婚礼前夕，裴四妍的青梅穿着我的婚纱发了条朋友圈，她娇羞地挽着裴四妍的胳膊，拥有裴哥的幸福，让我最后体验一次。我评论：要不我退个婚，不然你这婚纱只能穿1天。下一秒，朋友圈秒删，她哭哭啼啼地扑到裴四妍怀里：你明天就要属于别的女人。我只是惋惜一下，嫂子怎么会生气啊？呜呜呜！裴四妍直接把朋友圈背景换成了2人的贴脸照。他打来电话，他和我一起长大，我对他来说就像是亲哥哥。你在阴阳怪气瞎吃醋，就别和我结这个婚。我没有吃醋啊，我是真的想退婚了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裴四妍回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写完了告知亲友们取消婚礼的手书。你写的？他随便拿起一封翻看，笑得漫不经心。我准备卸妆，淡淡应了声嗯，难怪这么丑。他轻笑出声。我顿了顿，被他在赛车场上的英姿吸引。我第一次给他写情书的时候，他也是这么调侃我的。我难过了好久，疯狂练习，楷书行书瘦金体一个不落，他都只是轻飘飘一句没事，你写的丑我也爱你。直到他的朋友们看到我的手书惊为天人，他才拿出一封又圆体的手书甩给他们。你们是不是没见过好看的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又圆体是林嫣然的手笔。我没有回答，自顾自摘假睫毛。他没有得到回应，便嬉皮笑脸凑上来，将我一把捞到怀里，揉我头发。好了，不闹了，给你带了礼物。一个香奈儿的香水口红礼盒推了过来。我扫了一眼色号，拉开梳妆台的抽屉，拿出一支一模一样但是已经掉漆的口红。谢谢，但是我已经有了。裴四妍愣了愣，转而脸色变得难看。这是我和他相恋1周年的时候，他送给我的礼物。我不喜欢玫红调，但是因为是他给的，那时的我还是涂上了去见他的好友。刚回国的林嫣然看到后嗤笑出声：天哪，我妈都不带涂这么老气的口红。我正不知怎么回答，裴四妍笑着捏捏他的脸：好啦，也不是谁都像你一样涂什么都好看的。林嫣然娇笑着轻捶了一下他的胸口：讨厌了，还不是你给我选的色号好看。知道林嫣然的口红都是裴四妍帮忙选的。我第一次和他吵了起来，因为不久前我看到了林嫣然发的新口红的朋友圈，配文是：男人给女人选口红要好好选，毕竟以后都是要吃到自己肚子里的。他难得发火，我和他一起长大，如果真想和他有什么，还有你什么事？你再矫情，干脆就别谈了。那次的吵架，以我哭着求他不要分手结束。这支代表着我委屈的口红也被我封存了起来。但是裴四妍却像什么都不记得一般，又送了一支一模一样的。他似乎也觉得过意不去，上前抱住我：对不起呀，宝宝，最近比较忙，拿错了色号，马上就给你买新的，你随便挑。我想告诉你，我这次是真的想要和你结婚的。我没有说话，这已经是我们第3次筹办婚礼了。第一次，林嫣然在订婚的时候把我的钻戒抢过去戴上，我逼着她还给我，被裴四妍说我开不起玩笑，取消了婚礼。第2次，林嫣然在牧师问裴四妍是否愿意的时候，嬉笑着抢答不愿意，被我当众骂哭。裴四妍直接脱了外套，表示不结了。她说：我结不结婚，她都是我妹妹，如果我的新娘会让她受委屈，那我宁可一辈子单身。裴四妍，事不过三。我语气淡淡的，抱着我的胳膊微微一僵。裴四妍似乎又要发作，一低头却对上我冷漠的眉眼。那一瞬间，她也愣了愣，
兰兰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婚纱生气。他按住我的肩膀，一向魂不吝的目光难得正经起来。我给你订一套新的。说着，不顾我的阻拦，拿起手机在大群里通知我的婚纱出了问题，婚礼推迟。裴四言，你别这样！我皱眉阻拦，他却已经发完了消息，顺势抓住我伸过来的手，大横将我抱了起来。走，带媳妇挑婚纱。裴四言，你放我下来！我疯狂挣扎，但是他却笑着，举重若轻，将我一路抱下了楼，安置在了副驾驶上。我刚要逃走，却看到副驾台上贴了张林嫣然的照片。他皱眉鼓起一边脸做可爱状，指着我这边的方向，配上右圆体本公主专属座驾。闲人退散，一只手伸过来，一把撕掉贴纸。嫣然觉得好玩，随便贴的。你不喜欢我就撕掉。他真的把贴纸扔了出去，但是语气好整以暇，十分的漫不经心。他一直都是这样，面对林嫣然的逾矩行为，总是会及时处理，但是又觉得事情不大，然后在我大吵大闹的时候不耐烦。这么点小事，你至于吗？哦，挺可爱的，你没必要撕掉。话音刚落，裴四言看了我一眼，眸中有些许不可置信。毕竟这种情况，我是一定要他给个说法的。一声轻笑响起，他打着方向盘。我知道你生气，没事，老公陪你选一套最美的婚纱。这次我们好好把婚结了。这次可是我们结不了了。我淡淡的，裴四言，你没必要这样。他愣了愣，伸出一只手，狠狠揉了揉我的头发。别说傻话，3次婚礼，这是裴四言第1次陪着我选婚纱。听着他主动和店员说起需求，我打断他的话，不做婚纱，我想咨询一下退货的事。店员一愣，可是这位先生说你们要订，他的意思是上次的尺寸不合适。裴四言急忙接过话头，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我在他的动作中看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。他转头看着我，似乎急于求证什么，对吧，老婆？店员也看向我，是要改尺寸吗？这位女士，尺寸？我想起了林嫣然那条穿着婚纱的朋友圈，看向店员，婚纱的事可以单独谈吗？在我和店员走进房间的时候，裴四言似乎是松了口气，想要定制。我点点头，店员笑起来，看来这位女士想要给先生一个惊喜呢。她笑着揉揉我的头发，等你。我推开她的手，关了门，但是等我出去的时候，她却并不在门外。等我找到她的时候，她正在车里打电话，看到我，招招手让我上车。我刚上车，林嫣然的声音流出，怎么有开车门的声音呀？是你嫂子，我来陪她选件新婚纱。那边沉默了。嫣然，裴四言问，裴哥，我车坏了。我看到裴四言握着方向盘的手突然紧了。裴哥，车突然就抛锚了，前边好黑呀，我好害怕。裴四言刚要说什么，我开口，先把我送回去吧。裴四言愣了愣，我转头，我不会阻止你去找他，但是是你把我带出来的，现在也该送到家再走。裴哥，我好害怕。电话那边的林嫣然似乎哭了起来，我直接把电话拿了过去。林女士，车抛锚了也是可以开灯的，从这里到我家不用几分钟了，你开着灯不用等很久。秦岚，裴四言一把夺回手机，看着我的目光难以置信。你不是不知道嫣然怕黑，让他一个人在那里等我把你送回去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是给你买新婚纱了吗？这种场合你瞎吃的什么醋？我没有吃醋，我不急不躁，这里打不到车，也没有路灯，我一个人回去很不方便。2个月前这里刚刚发生了持刀抢劫案。裴哥，
那边直接变成哭喊。我怕。裴四言呼吸都不稳，一把打开我这边的车门，啪的一声解了我的安全带。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无理取闹了，下车自己冷静冷静。车子在我面前扬长而去。出门的时候，他没有给我换衣服的机会。我现在只有一件大衣御寒，寒冬腊月的风一吹，我忍不住颤抖。最后还是闺蜜大老远开车来了这个没有路灯的漆黑小巷，将我接走。这里前不久不是发生过杀人案吗？她就直接把你扔在这里。闺蜜一边开车一边怒骂，我一边要她不要动气，一边裹着她带给我的毯子打了个喷嚏。打开手机，林嫣然的朋友圈更新了，她也裹着一个 Hello Kitty 的毯子，靠在似乎是睡着了的裴四言身上。杏眸灵动似小鹿，谢谢我的大英雄，你永远是那个我一回头就站在我身后的人。我把朋友圈给闺蜜宋然晃了晃，你看，她这个毯子没有你这个好看。宋然愣了愣，我为裴四言崩溃了那么多次，他以为这次也要通宵安慰我，不想我主动逗起了他。愣了愣，他嗤笑出声，那当然，也不看看是谁的。我正在吃宵夜的时候，裴四言回来了，看到只有一份的番茄炒蛋挂面，他愣了愣，没给我做。我吃完了最后一口，你饿了就自己找点吃的吧。说完收拾起了自己的碗筷，和他擦肩而过。他难掩震惊，过去不管是吵得多热烈，我都会给他留饭，更何况他这次吵过架后还回家了。他站在那里，面带不悦地看着我，我知道他在等着我去哄他，但是我收拾了碗筷就走向卧室，甚至没有看他一眼。你能不能不要闹了？他抓住我的手腕，嫣然他从小就怕黑，我去晚了他会崩溃的。你不就是怨我把你一个人扔在路上吗？那里离家也没有多远了，况且你1.75米的个子，谁动得了你？嫣然一个小女生，明显更需要我帮助。我和她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帮一帮她怎么了？我替她说完了接下来的话，裴四言噎住了，我没有理会，进了卧室，掀开被子躺了下去，闭上眼睛，没一会儿，睡意就一阵一阵袭来。半梦半醒中，有个人在背后贴上了我，别动。我抓住了裴四言放在我腰间的手，我不想。身后的人僵了僵，转而将我抱得更紧了些。兰兰，我们已经很久，我真的不想。我打断了他。秦岚，他直接坐了起来。过去都是你求着我碰你，都要结婚了，你突然矜持什么？我捏捏眉心。裴四言，我太累了，你别闹了。那一瞬间，身后那个人似乎僵住了，因为这是他无数次拒绝我用的说辞。屋子里陷入诡异的沉寂。我回头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我静静地等着他说下去。平淡、冷静，甚至于冷漠，这都是过去只有他才会做的事情。当我因为他帮林嫣然处理各种琐事后，没有力气碰我，我大吵大闹、撒泼打滚的时候，他就是那个冷冷地看着我。等我没了力气闹下去的时候，淡淡问一句：闹够了吗？还有事吗？没有就睡吧的人。每次他都会睡得很香，独留我一人在一旁垂泪到天明，然后在第二天看到我发红的眼眶，混不吝地笑着摸摸我的头。这么点事，你至于吗？原来用他的方式处理问题，一切会变得这么简单。秦岚，裴四言深吸一口气，似乎有些颤音。你这又是跟谁学的撒泼方式？硬要说的话，那只能是他。但是我本意并非如此，我没有撒泼，我是真的累了。从在都是把我掌控在鼓掌之中的人，此刻竟然说不出话，点点头。他笑得讽刺，随便你，我去找嫣然。说完真的起身穿好衣服，大步离开。
走时将门摔得震天响。我打了个哈欠，倒头睡到天亮。裴四言没有回家，连着半个月他都没有联系过我，但是我也没有和过去那样求着他的朋友们帮我找他。一来是因为确实不想找，二来他的朋友圈开始更新了，那个一直只有一条线的朋友圈开始了日更。今天是和林嫣然吃烛光晚餐，明天和林嫣然去看演唱会，后天和林嫣然去看展。有时候一天可以更新好几条，每一条都和林嫣然有关。看在他那么勤勤恳恳经营朋友圈的份上，我忍不住给他最新的一条朋友圈点了个赞。但是很奇怪，这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发过和林嫣然的游玩照。怎么，是觉得我的赞晦气了，屏蔽我不就好了？我没有在意这个小插曲。每天都和宋然组闺蜜局，和裴四言的6年里，我的一举一动和喜怒哀乐都和他有关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和宋然重温青春时光了。在和3、5老友的聚餐上，我在走廊碰到了隔壁包间的裴四言。看到我，他原本烦躁的双眸亮了一亮。兰兰，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忘记我的生日的。我愣了愣，你的生日？他抓着我的手一顿，你忘了？我没有说话，他将我的手攥紧，语气有些愠怒。我发过朋友圈的。我后知后觉地打开手机，在我上一条点赞后，他果真发了一条朋友们给他庆生的朋友圈。不好意思啊，忘了。攥着我的那只手微微一颤，裴四言的眼尾有一瞬间似乎有些发红。你过去从来不会忘的。过去，回忆涌入脑海。我点点头，哎呀，是秦姐姐呀。林嫣然的声音响起，她在包间里探出一个头，手里拿着 Hello Kitty 的应援棒，笑起来活泼可爱。你来蹭饭吗？裴四言的朋友们紧随其后。嫂子来啦！我就说嘛，嫂子不可能不出席裴哥的生日的，哈哈哈。裴四言难得在我和林嫣然都在的社交场合隆重介绍我，他不怎么带我去见朋友。这些人都是裴四言和林嫣然社交圈子里的，但是这次他拉着我一个一个给那些朋友们敬酒。所有人都意味深长地说，裴哥怎么成了妻管严了？面对这种他觉得是侮辱性的称呼，他罕见地笑着应了下来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包间的屏幕上还准备了我和他从相识到订婚到如今的所有美好回忆。看着一张张照片滚动播放，我笑得有些勉强。如果这个影片早半个月放，我大概会感动得泣不成声吧。整个过程，裴四言都紧紧攥着我的手，然后在影片终了，有些人都开始落泪的时候，切蛋糕的刀被递到了我手上，氛围一片大好，大家欢呼着：“嫂子切蛋糕吧！”我把刀轻轻放下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来参加这里的聚会的。裴四言愣了愣，我看向他，今天来是念在我们相识6年，我过来祝你一生生日快乐。我在隔壁还有局，你们继续。说完，真的头也不回地离开。秦岚一只手紧紧地攥住我的手腕，几乎用出了全部力气，捏得我有些发痛。裴四言眼眶微红，你真的就要这么走了吗？我沉默了片刻，突然笑出声，回头漫不经心，怎么没了我你这个生日就过不下去了吗？我曾经是最热衷于给裴四言过生日的人，第一次决定结婚本来是我要求的，那时我们相爱5年，我自己买好了求婚戒指。我从不觉得求婚这种事一定要男孩子开口，女孩子也可以勇敢迈出这一步，而不是一直等着对方有动作。我请了双方的共同好友，在他生日那天等着他回家，给他一个惊喜。但是生日这一天都要过去，
我都没有等到他的到来，打去电话，那边海风阵阵，时不时有林嫣然兴奋的喊叫，他的声音有些疲惫。陪嫣然看海，有事吗？所有人的目光毫无保留地打在我身上，我如芒在背，眼圈发热，攥紧了拳头，没有让眼泪落下来。裴四言，我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。他愣了愣，漫不经心一笑，哦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嫣然还没玩够，回家再说吧。裴四言，我的眼泪随着这声失控的呼喊掉在地上。你过生日不应该让我陪着吗？朋友们都看着呢。那边沉默片刻，再开口，他的声音变得冰冷。我让你给我准备生日惊喜了吗？我愣了愣，他继续道：秦岚，我只是你男朋友，不是卖给你了。我没必要做什么都告诉你，包括生日这天。这是我的生日，我过不过，怎么过，和谁过，都和你没有关系。谁让你自作多情，给我安排？挂断电话的提示音从听筒里流出。那晚，我成了2个人共同好友们的笑话。现在，我看着眼前这个着急的男人，轻声一笑：这是你的生日，过不过，怎么过，和谁过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谁要你自作多情，给我准备这么多戏份？所有人鸦雀无声。只有林嫣然摔了酒杯，冲上来挡在裴四言身前。裴哥哥过生日，你不祝福就别扫兴。这么多人也不缺你一个。不要以为你是哥哥女朋友就能胡作非为。我和裴哥比你。嫣然，裴四言突然吼了一声，一直养尊处优，被他捧着的小公主愣住了。裴四言的声音变得疲惫，别说了。看来他想起了过去的事情。我没有多说，转身离开了包间。在隔壁包间热闹的时候，手机就没有停过震动。是裴四言发来了消息，今天又降温了，你带厚衣服来了吗？我没回。他一会儿后又发来一条，不要喝多，你酒量不好，有人劝酒，你叫我过去。我嫌烦，直接关了提示。等我们朋友局结束，坐在回去的车上，才发现他又发来好几条，问我什么时候回去。他已经在外面等着我。我拍了张车外的景色，回去了，别管。他几乎是秒回，好，到了给我发个消息，我回家可能晚一点。我知道，送林嫣然回去吗？这是他的保留节目。我没有回，闭目养神，没有像过去那样质问他晚回来时为了什么。在酒店和闺蜜打游戏到半夜，手机进来了电话，我无奈接起来，你没有回来，是裴四言。我嗯了一声，和然然在外面玩，有事吗？那边沉默片刻，再开口变得低沉，你现在连家都不愿意回了吗？游戏被耽误。我皱起眉，我只是和然然出来玩。你问东问西的，有意思吗？那边沉寂下来，我后知后觉地发现，刚才那个不耐烦的角色，原本是属于裴四言的。他总是夜不归宿的那个，而我往往是质问他为什么不回家的人。兰兰，裴四言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去接你。不用。那降温了，你带衣服了吗？我感觉他今天的话格外的多。你把我扔下车那天，我不是也没冻死吗？那边的声音微微带了些颤抖。我叹了口气，还有事，先挂了。说完真的挂了电话。而这一晚，他再也没有找过我。但是第二天告别了然然，我却发现他的那辆保时捷正停在楼下。我问了你的朋友，听说你在这里。裴四言站在车前等着我。我愣了愣，从来都是他不知去向，我到处找他的朋友打听，这大概是第一次他向我的朋友打听我的去向。玩了一晚，我的确想要回去补个觉了。谢谢你。我忽视了他伸过来的手，擦着他的肩膀过去，自己打开后座的车门坐了进去。他回头
惊讶地看着我坐了后座，眉头爬上一丝不悦。回家的路上，我能感觉到后视镜里他投射过来的目光，微皱的双眉表达着他的不满。我低头玩着手机，并不抬眼，也没有像过去一样主动问他为什么不开心。婚纱店说你的婚纱还在制作，他冷不丁开了口。我愣了愣，他的表情有些不屑。你根本就不是真心要退婚，小性子收一收，不然小心真的把这次婚礼做没了。我如梦初醒。哦，对，早上店员告诉我可以去取了，拿了回家吧。他愣了愣，但还是调转方向去了婚纱店。婚纱都是按照这位女士的要求制作的，您穿上了一定很好看。店员喜笑颜开地把婚纱交到我手上，还热情地张罗试衣间给我。不用了，回去再穿。听到我这么说，店员抿嘴笑起来。我知道，回去给老公一个惊喜吗？那有什么问题试过了再回来找我们吧，我们免费改。裴四言勾起唇，多谢，说着帮我拿过了婚纱。看我的目光多了些不屑的了然。作为和他相伴6年的人，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我小性子耍了那么久，最后不还是张罗了婚纱？说到底，不过是闹脾气，博取关注罢了。但是打开家门的那一刻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却扑到了他的怀里。裴哥哥，嫣然。裴四言第一次对突然出现在家里的青梅感到愕然。在他的计划里，今天大概是只属于我和他的吧，是我叫他过来的。我淡淡解释，拉起林嫣然的胳膊进了卧室。你在外面等一会儿。没一会儿，卧室门打开，华丽合体的婚纱穿在林嫣然身上，说不出的华美。裴四言立刻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林嫣然脸有些红，左右展示着这身婚纱，有些娇羞地看向裴四言。哥哥，好看吗？但是裴四言径直走向我。怎么回事？我轻轻一笑，帮林嫣然把胸前的装饰摆正。之前那套婚纱是按我的尺寸做的，不太合身。今天这套是为她量身定制的，你看是不是好多了？裴四言的眉眼中是无以复加的震惊，我却好整以暇地笑着，没有比这一套更适合她的了，就让她这么嫁给你吧，相信我的眼光。秦岚，裴四言的声音开始颤抖，连手也微微发抖，抬起来抓住我的胳膊。你在和我开玩笑？我眨眨眼，不会呀。说着牵起林嫣然的手，交到了她的手上。我站在2个人中间，好像这场幸福的证婚人，轻轻笑起来。2位相伴20余载，也是时候开花结果了，祝2位长长久久。林嫣然面带娇羞的抬眼看向裴四言，但是对方却一把甩开了他的手。秦岚，裴哥哥。林嫣然难以置信地看着裴四言，但是对方根本没有注意他。他双手按住我的肩膀，一双桃花眼微微泛红，手上的力道抓痛了我，声音却更加发颤起来。不要这样，别开这种玩笑，这一点都不好笑，一点都不。我看着他，抓住他的手，渐渐发力，推开他的2只手顿在半空，愕然地看着我。裴四言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开不起玩笑了？他彻底愣住，似乎终于想起第1次订婚，林嫣然抢了我的戒指戴上；第2次婚礼，林嫣然嬉笑着替裴四言回答不愿意。我生气的时候，他指责我的理由都是嫣然就是开个玩笑，没什么恶意，你怎么这么开不起玩笑？一定要搞得大家都不开心了你就开心了是吧？裴四言笑容苦涩，缓缓收回了手。一向意气风发的他，此刻像是破败的枯叶，咬咬牙，他还是抬起头。兰兰，不闹了，我们认真把婚结了，我再也不和你开玩笑了，好不好？晚了。我的语气无悲无喜，
似乎这件事在我这里根本占不了什么分量。他却十分激动。不晚，兰兰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我们……他的话猛地顿住，突然发现家里多了些变化。你那些告知书呢？裴四言表情变得严肃，在我存放文书的抽屉里不停翻找。我转身拖出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。别找了，前天已经寄给各位亲友了。他难以置信地转头，在看到我收拾好的行李箱的时候，瞳孔骤然一缩。你要去哪儿？江南需要个总监，我已经订好了机票。他不敢置信。秦岚，你骗我。我摇摇头，我没必要骗你。站在我们曾经打算作为婚房的屋子里，我表情淡然地看着他。你没发现家里已经没有我的东西了吗？他愣了愣，这才发现过去总是堆满东西的梳妆台上此刻已经没了任何东西，但是那支他送给我的口红还好好的躺在抽屉里。裴四言，以后的日子你多保重，留下这句衷心的祝福。我打开门走了出去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秦岚，紧接着是林嫣然的哭喊：裴哥哥，你不要走，他走了我也可以陪你呀，我们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呀！滚！你给我滚！楼上似乎传来打杂的声音，还有女人的哭泣。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毕竟隔得已经挺远了，听错了也很正常。裴四言怎么可能舍得林嫣然伤心呢？坐上出租车，我离开了这座城市。宛城新举办了一个赛车比赛，当那个意气风发的帅气赛车手以一个漂亮的飞驰一骑绝尘，全场姑娘疯狂尖叫。当他摘下头盔，正在和宋然挥舞小旗的我愣住，那是裴四言。主持人问他此时此刻最想做的事是什么，他取出一枚戒指，向所有人展示：我希望我心爱的女孩可以嫁给我。全场迷妹欢呼，只有我看着大屏幕上那枚戒指，没忍住勾起一抹苦涩。那是一枚和我当初买的一模一样的戒指，我把它藏进蛋糕里，想要给她一个惊喜。但是那时的她在陪着青梅看海，我和她还真是天作之合，连眼光都是一样的。当她的手指向我座位的方向，灯光也齐齐冲着我的座位打过去。镜头跟进，那里只剩2个空座。裴四言的笑容僵在脸上，握着戒指的手缓缓放了下去。走在回去的路上的时候，一辆车以一个漂亮的回旋挡在了我面前。裴四言下了车，桃花眼微微泛红。兰兰，我后退一步，礼貌微笑。裴先生。听到这个陌生的称呼，他的手不受控制地攥紧。你是不是不相信我？他一步一步向我走来，还是和6年前那个让我一见倾心的样子。岁月并没有苛待他，但是那份心动再也找不回来。什么不相信？我不明所以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圈子里有名的混不吝，此刻像只没人要的可怜小狗。兰兰，你拉黑我以后，我一直都想告诉你，我和嫣然是清白的，我从来没有和他。我知道。我轻轻一笑，我一直都知道，裴四言不是乱来的人。他愣了愣，那你……我推开了他的手，轻而坚定。裴先生，不是睡到一张床上才叫出轨。他的呼吸颤抖了一下，张了张嘴，艰难开口：对不起，兰兰，我其实没想，我对你从一开始就是认真的，我根本……他哽咽起来，圈里有名的野王居然泣不成声。我轻轻开口，带着笑容：我知道你觉得自己没有对不起我，你也曾真心喜欢过我，毕竟你这么野的，不是真的喜欢，也不会同意结婚。我顿了顿，笑意更深，语气轻柔：但是2个人在一起，不是只有你自己觉得
对得起了就够了的。他红了眼，阿言，我们的缘分已经走到头了。我现在过得很好，不怨也不恨。总公司要把我派去海外接任一把手，这一面或许是最后一面了。他猛地抬头，难以置信。最后再提醒你几句吧，过去的我或许可以忍受你那些行为，但是别的女孩子不一定。好好对待下一个她，不要再让她像我曾经那样失望。我没有精力找下一个她了。裴四言的声音略有沙哑，我只是一笑，那就慢慢等吧。说完，擦着他的肩膀走远。突然心血来潮，我回了一次头。他站在巷子另一头，身影矗立在灯光下，明明是温暖的色调，却勾勒的人无尽落寞与悲戚。我转头，无悲无喜。在海外工作的几年，华国有一位车手披荆斩棘到了国际赛场，我时而会去看比赛，经常会看到他的面孔。圈子里在传，这位选手场场必上，场场争第一，是为了让某个人看见他。他的迷妹们矢口否认，对此我表示中立。林嫣然似乎一直在跟着他走南闯北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一次，导致不少他的迷妹讨伐林嫣然是梦女。记者采访过他，是不是真的如传闻所说，为了等一个人，他答应。是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他顿了顿，我会用一生去等他。看到新闻报道的宋然问我打算怎么做，我正在和他双排。闻言扫了一眼新闻，淡淡道：随便他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